美国起草新和平方案，提议割让顿巴斯。如今的乌克兰会接受吗？战场之上，一位伟大的乌克兰母亲奔袭12公里解救伤员，乌军则发起冲锋，向多条战线的俄军展开进攻。德国盟友发力，援乌预算狂涨35%，并送远程武器深入打击俄后方。难不成金牛座又要来了？丹麦60亿美元武装格陵兰岛，阻止俄罗斯北极战略部署。普京出售黄金增加战争预算，能否维持当前战局？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上一个视频，火力军还在为乌克兰高兴，以为有美国帮忙推动和平谈判协议，俄乌战争也终于到了头。结果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美国和俄罗斯一合计，齐齐表示停战可以，代价是让乌克兰割地赔款。火力军只能说赔个因为这不是结束战争的停战条约，而是充斥妥协和退让的慕尼黑条约。大家可以看看这条约有多离谱。一方面，乌克兰必须放弃加入北约的愿望，割出1半以上的武装，并割让乌克兰控制领土等内容。具体来说，将乌军缩减至40万人，让基辅承认克里米亚及其占领地区，还有割让整个顿巴斯地区。另一方面，条约还对外国驻军和武器方面做出了明确限制，比如乌克兰领土上不能有外国军队，乌克兰停止接收能打击俄罗斯境内的远程武器，且美国撤回军事援助。这些条件几乎完全复刻了俄罗斯狮子大开口的要求，他们之前就被乌克兰视为等同投降而拒绝，这次乌克兰更没有答应的理由。此外，视频前的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这份合约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对俄罗斯有什么要求，这就意味着普京躺在克里姆林宫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得到乌克兰大片领地，然后美滋滋宣布战争结束。很显然，特朗普事到如今还相信乌克兰会用割地求饶的方式促成和谈，殊不知这种错误的认知只会加深乌克兰抵抗侵略的决心，而俄罗斯的反应却出乎火力军的意料。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之后的例行记者会上一点置评的意思都没有，仅仅表示谈论的内容与此前接触相比毫无新意，可见俄罗斯内部已经对爱吹牛的特朗普无感了。不但如此，俄方还曾表示俄罗斯不会派任何代表去参加泽连斯基倡导的在土耳其举行的和平谈判。这下真相大白了，美国新起草的和平条约从头到尾都是特朗普一厢情愿的想法，依旧是用乌克兰土地换和平，这熟悉的味道自然只能换来熟悉的结果，那就是拒绝。据乌克兰高级官员透露，乌克兰和欧洲都没有直接参与新的和平方案制定，甚至有一位欧洲外交官评论称，新合约里关于制裁驻军相关的条款看起来像是俄罗斯的要求，而不是严肃的提议。泽连斯基早已明白，比起依靠美国帮助，如今的乌克兰倒不如亲手打疼俄罗斯来的实在。正如火力军一直以来的观点，对待俄罗斯绝对不能向其展露出任何退缩的态度，必须要用重拳打到这头纸老虎服软。这一点，前线的乌克兰战士也想得很明白。为了守卫故土，保护身后的家人，他们以血明志，向多条战线的俄军展开进攻。综合战争研究所和乌方情报的报道，南部战场扎波罗热方向，乌军已进入浴血奋战的局面。该方向的乌军将大量装备和兵力调往红军村后，虽然帮助红军村缓解了大部分压力，但却让自己深陷陷阱。据悉，该方向乌军仅剩2个战术支撑点，分别是胡利亚波尔和奥利尔西夫卡。首先是胡利亚波尔镇，乌军只能凭借有限的兵力死死拖住推进了俄军。明知敌众我寡，乌军依然半步不退，不少乌克兰士兵抱着死志跟俄军展开残酷的较量。火炮打完了用枪打，弹药光了上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拳头。乌军的打法把俄军吓破了胆。流出的战场视频显示，等阵地上的乌军全部牺牲后，俄军才敢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其次，在奥利尔西夫卡方向，战场的残酷程度与胡利亚波尔不相上下。乌克兰士兵用一腔热血拖住了蜂拥而至的俄罗斯部队，为红军村库皮扬斯克的战友们创造了战略时间。该阵乌军很可能复刻乌赫勒达尔的悲壮，最后全部战死，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身后是家人朋友，他们退无可退，那就一步步退。有不少俄粉叫嚣俄军已完成对红军村或米尔诺赫拉德的合围，但无论其怎么吹嘘，都无法改变其虚假的本质。战斗还在继续，乌军依旧让俄军的每一步推进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每一个乌克兰士兵都在为胜利拼搏，甚至这里面还包括一位乌克兰母亲娜塔莉，她的心灵跟她的名字一样美丽。俄乌战争开始时，她毅然加入第5洛波赞斯克旅，成为一名专业的战地医疗兵，赶往前线参与营救士兵的行动。最艰难的一次战斗，甚至用担架拖着伤员走了12公里，成功解救出伤员。战友们都亲切地称其为母亲。
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的网页上对这位英雄母亲有更详细的介绍。一开始他还只是旅里的文员，结果主动表示自己可以做更重要的工作，接着亮出了自己的医学文凭，但这也意味着他将面临更多死亡的危险。但他表示自己最大的梦想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卢甘斯克州，仅靠幻想无法让他回到家乡，只有每个乌克兰人都出一份力，乌克兰才能收回自己的土地。回到战场，在红军村城南，乌军则继续对 M30 公路进行清理，因为他们明白只有打通这条路，乌军才能获得该方向的战略主动权。至于西南方向，乌军第59旅及时赶到诺沃帕夫利夫卡，击溃了那里的俄军突击步兵，摧毁8台车辆，俘虏7人。就结果来看，乌军的战略重点主要放在2个方面。第一，保证运输公路的安全。乌克兰士兵很清楚，战争的本质就是消耗战，谁先把物资耗光，谁就离胜利越远，保持重要战略阵地的安全，以此为开展反攻创造机会。当然，俄军的反应也很快，竟然利用突出部争取到的时间，建立了前沿炮兵阵地，立马拥有了对市区俄军进行炮火支援的能力。这点恰恰是乌军极度缺少的。米尔诺和拉德方向，双方围绕着城南激战，俄军的进攻很激烈，但乌军的阻击更坚决，不断投入有生力量，阻挡大批援助的俄军，导致俄军始终无法攻破米尔诺和拉德南郊。总之，红军村战场，俄乌双方仍处于僵持之中。同样处于僵持的还有库皮扬斯克战场，俄国防部吹嘘俄军已巩固东北郊区与工业区阵地，还称控制了火车站、粮食加工厂等重要设施。可一问巩固的依据是什么，俄国防部就哑巴了，提供不出任何占领的证据。相比之下，乌军联合部队给出了最准确的战场数据。部队通报称，乌军已将敌人逐出奥斯基尔河西岸地区，顺手切断了北部俄军突击队的公路补给线。那里的俄军现在只能完全依靠无人机空投补给。卫星地图证实了这个战报。在战场之外，乌克兰的盟友也在发力。据美国政客网报道，德国联邦议会的预算委员会通过审议，立刻向乌追加约34亿美元的军售预算。德国这次军援加码手笔不小，要知道德国原本就计划对乌援助90多亿美元，若是再加上这次新增预算，2026年德国对乌克兰的总援助金将来到可怕的132亿美元，增幅高达35%。大家猜猜德国会怎么花这笔钱，送去什么武器？报道称，预算大部分将用来采购火炮、无人机和装甲车，另外一部分资金则会向美国采购2套爱国者，来加强乌克兰的防空网络。说实话，德国真够哥们儿的。今年3月份，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就曾表示，德国提供的军援已超过322亿美元，占了欧洲对乌克兰总军援的近40%。另外，莫茨还直言称，近几个月来，德国正协助乌克兰配备远程火力武器系统，甚至宣称不排除未来在乌境内进行生产。就是不知道这远程火力中会不会有金牛座导弹呢？若是让乌克兰拥有金牛座导弹，那前线往外延伸350公里都将纳入乌军打击范围。与此同时，丹麦也没闲着，为打击北极俄军，直接斥巨资武装格陵兰岛。俄军对北约的侵扰导致欧洲各国人人自危，就连一向温和的丹麦也忍无可忍。根据俄罗斯消息报道，丹麦决定花费60亿美元采购武器，对格陵兰岛进行军事武装，用该岛作为基础痛殴北极俄军。实话实说，丹麦这步操作背后必有高人指点。首先，格陵兰岛的战略重要性非同小可，美国官员多次提及该岛的重要性，特朗普甚至想要买下该岛，作为美军在北极地区的战略中心基地。其次，俄罗斯早已开启北方航道，该航道从新地岛附近的喀拉海峡出发，沿着北极海岸线穿过白令海峡，肩负俄罗斯货物运输的重任。靠着这条航道，仅2024年，俄罗斯就运了超过3700万吨的物资。同时，俄军还不断派出潜艇向北极方向对欧洲国家进行侦察活动。而丹麦的武装足以威慑俄罗斯的行动，打乱克里姆林宫的北极战略。最重要的一条是，丹麦不必花大价钱从头建设格陵兰岛。早在冷战时期，就有约1万美军驻守该岛，如今人数虽然少了不少，但仍保持全天候备战状态。借助美军的军事基础，丹麦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格陵兰岛武装到牙齿。按照丹麦国防部的规划，主要围绕防空系统与侦察网络，目的就是抵御俄罗斯无人机的入侵。面对乌军士兵的浴血奋战及其盟友的鼎力相助，俄罗斯为了维持战况，居然开始兜售作为经济压舱石的黄金。普京这波操作真的管用吗？俄罗斯卖金不是新鲜事，过去几年，克里姆林宫为了打消外部对俄恶意囤购黄金的疑虑，就要求财政部推动黄金交易。但说好听一点叫交易，实际上都是象征性的内部转移，并非真正流入市场，专门用来糊弄外人。这些黄金卖来卖去还是在俄罗斯手里，甚至卖到最后还把俄罗斯黄金总储备量排名送到了世界第5的位置。这次却不同了，
财政部和俄罗斯中央银行不再玩虚的，直接把用作国家经济最后一道防线的压舱石一块块搬了出来。据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账目显示，俄乌战争前财富基金黄金持有量约405.7吨，后来财政部直接拿走了其中的57%作为军费，基金黄金持有量应声下跌至232.6吨。到了现在，财富基金黄金持有量仅剩173.1吨，几乎就剩下了一条底裤。而且为了尽快变现，莫斯科在操作上无所不用其极，不但首次给黄金交易大开绿灯，其官方也在疯狂抛售国有金条。原本冰冷了近10年的市场一下子热得像太阳，就连俄罗斯央行都忍不住吐槽，国内黄金市场流动性突然加快，只为能将黄金尽快变成俄军士兵在战场上的弹药。不过遗憾的是，仅仅靠卖黄金并不能弥补俄罗斯国防开支的惊天漏洞。根据俄罗斯政府提交的年度预算草案显示，其2025年国防开支预计为13.5万亿卢布，较2024年增长近30%。总的国防和安全支出占俄罗斯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约8%。但尴尬的是，用来买单的俄罗斯油气收入却因袭击和制裁暴跌。莫斯科时报证实称，由于美国和欧洲的制裁越来越紧，加上卢布汇率像在玩蹦极，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最大的石油出口枢纽普里莫尔斯克港出货量已下降了73%。最大枢纽都这样了，其余港口更是惨不忍睹。据悉，俄罗斯石油总出口已降至1年最低点，其引以为傲的油气收入已卑微到了尘土里。这也是为什么普京穷到只能卖黄金，而且卖黄金还不算完，普京又在卖现金。据悉，俄罗斯国家基金除了黄金储备缩水，现金储备也在减少。国家基金的现金储备已从最初的1135亿美元锐减到现在的516亿美元。以 GDP 占比看，基金的现金储备从最初的 7.3% 跌到如今的 1.9%， 这是跌到亲爹都不认识了。用更形象的概念来表述，就是国家基金的家底相当于从一个能够撑起全家的大金库变成了仅够急用的小金库。当然了，称它为小金库其实还是比较乐观的说法，因为自由金融全球的分析师切尔诺夫直言，按照俄罗斯这种疯狂卖现金的趋势，估计到2026年国家基金还能减少150亿美元的储备。这话几乎挑明，为了维持战争需要，国家基金已被推向亏空的边缘。尽管俄罗斯是世界第5大黄金储备国，储量甚至超过2300吨，但按照油气收入疯狂暴跌以及前线战士疯狂败家的速度，剩下的黄金还能撑多久？只怕没几年底裤都要没了。而普京兜售黄金的操作对整个局势而言不过是在饮鸩止渴。当他把棺材本都卖光了，再也无法给前线支援1分钱卢布，俄军将不攻自破。对此，火力军的观点一直没变，即这场已经快维持4年的俄乌战争拖得越久，反而越对乌克兰有利，停战越慢，反而越会加快俄罗斯的死亡。乌军已经在战场上打疼俄军，现在继续在经济上请俄罗斯吃大嘴巴子，两边一起发力，乌克兰没有割让顿巴斯的理由，更没有签署那份丧权辱国的和平谈判协议的理由。那大家怎么看待普京兜售黄金一事呢？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怎样看待美国这份新和平条约呢？德国的援助里会不会有金牛座导弹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若是喜欢本期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点点赞。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